之前是牡丹任性了，各位寒人怀义，不离不弃，牡丹感念于心，定不会再辜负大家。花满柱和青书斋的合同契，贵方平帖，原封不动的在这儿。我和小春大夫商量过了，牡丹，你还是我们的店主。此行归来，我已心生，这生意我定会带着大家越做越好的。好。我与各位一样，都经历过师道之苦，亦受过他人之恩，这才有机会能够站在这里。如今咱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了，我何为芳不愿做无用之人。我想担得起这圣人所赐，无论是无名女子，还是工匠商贾，只要他能够济弱扶倾，安民报国，便不负华年，当成国色。各位与我是一家人，我想告诉大家，如今我的志向已变，还请大家能够支持我，同我一起。可是我们这等微末之人，又身无长物，如何能报国啊？咱们种的花可以入药，咱们赚的钱可以济贫，不以善小而不为，积善成德，便是报国。牡丹，你是店主，无论做什么都不必与我们商量。但牡丹把我们当成自己人，还知会我们一声，我们自然愿意跟着店主干。日后店铺和方圆照常营业，积善之业所用的钱帛，皆从我个人账上扣除，大家的月钱绝对不会少一文。等新产业做起来后，用到各位之时，我亦会按劳分钱。我相信牡丹不会亏了大家的，只是店主，你这一路走来吃了那么多苦，辛苦赚的钱都要相助他人吗？大娘是心疼你，为了美名苦了自己，不太实惠啊。我非圣贤，我做的这些也不单单是为了他人。大娘，您家原来有几亩良田，后来被当官的占了去，您没有办法，只能带着儿子去富商和官吏家里做工。您的大郎不小心打碎了县尉家的瓷器，对方让他赔，他赔不出，这县尉便诬陷他偷盗。你们母子分离至今，皆是因为贪官当道。各位，只有世道越来越好，咱们的日子才能越来越好，大家才能有闲情逸致于这方圆一隅去欣赏牡丹无用之美。我明白了，我愿随店主一起。等日后世道好了，我儿子他一定会回来的。我也愿随店主一起。我也愿随店主一起。我也愿意。多谢各位。新铺面看得如何？已经选好了，选在了西市。你可想好了？长安最不缺的呀，就是医馆药肆。你的店如何与之一竞啊？如今这百姓看病啊，用药实在是太过于名贵，百姓看得起病，却吃不起药。于是我跟小春研究了古方，我们找到了一些有同样疗效但是低价的药材，拟了新的药方。与此同时，我们每旬还会设义诊。至于药材嘛，按照成本价售出，家中困难者亦可赊账。药材的种植与运输、存放与售卖，与你经营的花卉不同。
单县那边的开支也不小，你的本金可充裕。你想投钱助我啊？这种济民报国之事，我自当出一份力。既然是行善，怎能用旁人的钱呢？你放心吧，如今我的铺子进账颇丰，足以支撑。况且经商之事本来就是我擅长的，你呀就把力气留在朝堂之上吧，三郎那里多的是要用钱的地方。好。盛县那边，只采山中之药，怕不是长久之计。你可有别的打算？这离开盛县时啊，我带走了几位伶俐的村民，教会他们种植药材。除此以外，胡麻、云台这些既可以入药，又可以做吃食的野药种。长安百姓多喜食胡饼，这胡麻往上一撒，更增风味，定不愁卖价。这胡饼是你自己想吃吧？假公济私，说的好像你不喜欢似的。这每次喝羊汤都要放上好几块饼的人，你还说我啊？这青壮年男子呢，除了耕田种植药材，还可以押送货物。我还找了几处闲置不用的房子，将它们改成了女子做工的作坊。我和小春、孙大娘、阿满亲自去教大家手艺。哎，你看，你得刮成差不多像这样。是的，你这里绷得太紧了，这边可以松一点。单县那边，你可有打算开医馆？自然会。这穷苦百姓看病本就是艰难，若是这县中没有医师，便要来长安看病，路途遥远不说，哪怕这身子啊能够支撑得住，可是这一来，食宿又是一大笔开支。可医术精湛者，大多都不愿意去荒僻之地。单县的医馆，谁可坐堂呢？我打算找2位如小春般心中有医道的学徒医师坐诊，这样既可以让他们历练自身，精进医术，又可以解百姓之难。当然了，这些只能用于寻常小病。若是遇到疑难杂症，我已经让我的商队准备了快马，可以接小春前去为大家诊治。你考虑的倒是周全。这盛县的医馆呢，是无偿看病，只收药钱。若是遇到病患无钱，其家人或是其康复之后，可以用劳作来抵押。那你如何断得，来之人是真的没钱，还是想占便宜？我已经请于县令拟了一份这县中贫困户的名单，是真是假，一看便知。既然看病都不收钱了，你就没想过将这药钱也免了？生米恩，斗米仇。若是行善，最后形成了烂好人，只会助长他人的贪婪之心。何况济民之业需要细水长流，若是处处赔钱，也难以长久。更何况，我若是分文不取，那便是坏了行内的规矩，到最后只会徒惹麻烦。你这般通透练达，倒是我多虑了。可惜三郎不在，他若听了，定十分欣慰。这饭呀，都要多吃2大碗了。你放心吧，力所能及之处，我会尽我的全力。朝堂之上就靠你跟圣人了。但愿你们可以早日铲除奸佞，消除苛政。药方已经开好，只要20分钟。多谢医师，这次不够，200块钱。店主，盛县的村长在门外等候。好，你先看一下。多谢医师。小仙，下一位，慢点。
店主，村长，昭昭，牡丹姐姐，阿娘做的香包卖了好多钱。阿娘说今日进城，我可以买2包招牙形。当然可以了。姐姐再多送你几包，到时候带回村里，同小伙伴们一起吃啊，好不好？谢谢姐姐。有劳了。姐姐，你的铺子叫什么呀？你看啊，昭昭，我的铺子叫做雾庸堂。雾庸堂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是通达万物，化行天下，了悟中庸之道。什么是中庸？为何要悟它？私塾开课的时候，昭昭可要用心听啊。待到村中的云潭花开，先生便会讲到此处，到时候你就能明白“毋庸”这2个字的意思了。萧将军，请。父亲，那我便不打扰将军父女叙话了，告辞。为父若不亲自来一趟，你还乐不思蜀，不想回河西呢。才没有呢。女儿也很是想你们，我也很想回家呀。只是你们亲事，为父已经和大王说好了，亲事作罢。雪溪来日想嫁何人，自己挑便是了。可宁王不会轻易放我走的。父亲，您可是答应了他什么？朝堂上的事，你无需担心，为父会好好的护着你，照顾这个家的。我赢了，结实雕油兰拿来。我以为你会送别的，怎么又是牡丹花？嘿，你这个人输了就是输了，还拿我打岔，人家都要走了，一本琴谱都不给，真是小气。学习，我这送别礼是花，也非花。什么意思啊？初见你那日，你如天仙下凡，救我于危难，此情此景，我永生不忘。你这礼呀，实在是太用心了，我好喜欢。喜欢就好。这么看啊，我也不算输。待你觅得良人，大婚那日，我必将结实吊油兰当做新婚贺礼送你。得与你们已是血溪之幸，感谢这些时日的相伴相救。山高水远，我们来日方长。来日方长。何店主，刚给我看看。何店主，忙吧。
走了一圈，感觉如何？人丁兴旺，欣欣向荣，简直不像上次来的那个圣贤了。你不是一直想为毋庸堂出份自己的力吗？啊，这眼下呀，有一件难事，我思来想去，好像只有你最适合。何事？试药，你可敢？你和小春做的药，我放心的很。拿来吧。那实在是太好了。起来。啊。行了，将衣衫脱了吧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试伤药自然要抹到伤处了。你旧伤那么多，自然可以试出哪个药效更好了。药给我，我带回去吃，过几日告诉你效果。毋庸堂的规矩，试药的时候必须有我或者小春一人在场。若是出现什么意外，也可以及时处理。你受伤昏迷的时候，我什么没见过啊？怎么？难道是蒋军害羞了？本花鸟使万花丛中过，怎会羞这个？太好了，正好行医之人也不分男女，那就拜托蒋军帮这个忙了。啊。此药可以平复疤痕，即使是陈年旧疤，也能消除很多。好。蒋朝阳，我可以保护好自己，以后不必再为我涉险了。你脸怎么红了？胸口涂的药有些微微发烫。这个药里面有一味姜黄，无妨的。当初你送我玉书的时候，就是怕我累，让我梳梳头，松反松反。可你又何尝不累呢？花鸟使在外，需要一直戴着面具。回家了，便摘下吧。蒋朝阳，你在我的身边，不需要任何的伪装。我没有伪装啊，和你待在一起，我向来很轻松。你受伤昏迷的那晚，梦到过一个女子，你还记得吗？有吗？我可有说什么胡话？没说什么，只是紧紧地拉住她，不让她走。方才忘了，晚些和三郎还有事要议，先回长安了。今日开心，多饮一点。没了。这儿还有。监婚者全也。哎呀，牡丹，临别之时，
我也有一个礼要回你。上元节那日，虽知本想借日月圆，向心中之人剖白心意，可谁知那人却因他受伤，令他满腹自责，不敢开口。朕要重修骊山行宫，户部哭求，原来全都进了他郑寿德的宅邸。这查出来就有50万贯，查不出的还不知有多少。这国库不应该姓李呀，应该姓郑才是。陛下息怒。陛下，臣久在户部，深知大小税收，从刺史到长安的郎中、侍郎、尚书，层层剥削，入库之数10指寸3。臣虽然拿到了真正的账簿，可我查遍了郑宅，那50万贯仍不知所踪。陛下，户部贪墨已是成科，望陛下严查户部上下所有官员。郑寿德做尚书之位不久，就敢做真假账簿，难保背后无人撑腰。听闻此人乃宁王举荐，往日私交甚密。您也说了，郑寿德调回长安不久，和大王偶有走动，纯属正常。御史大夫无凭无据，怎可攀咬大王？陛下，本王广结天下英才，举贤不必亲疏，只是为国为民谋福祉。谁想到郑寿德辜负本王，欺瞒陛下，本王痛心疾首，失察之罪不可推卸，请陛下降罪。皇兄，你的忠心，朕从未有疑啊。陛下惦记兄弟之情，可您是万民之主，心慈宽纵，那伤害的是整个社稷啊！陛下，陛下，陆侍郎处事未免太不知轻重了。结党营私是要查，可眼下最重要的是查出那50万贯。毕竟各地天灾伤情累累，已是火烧眉毛了。江山为先，如陛下信任，本王必在3日之内查出贪墨钱帛，勘破此案。如若不然，那50万贯，宁王府倾家荡产，抵交国库。大王，哎呦，都怪我昨夜大醉，来晚了。我也能替大王骂他们几句。我都听说了，这50万贯不是小数目，若真这么交还国库，委实可惜。依我看啊，不如舍几个小官，让他们把钱凑一凑。郑寿德丢失账簿的寿宴上，听闻随之也醉得厉害，早早的就离席了。大王也是知道的，我向来贪杯不知节制。陆楚从前谨小慎微，唯唯诺诺，怎么郑寿德一来就变了模样了？兼做了转运使一职还不满足，如今都敢冲大王发难了，是何人借他的胆子？
虽知平日只爱招猫逗狗，若也变起模样来，我为大王忧心，特意赶来好心献计。子叔如今无职在身，遇事无法为大王效力，便生出这挑拨离间的邪心了。还是说，依旧对我们家牡丹念念不忘呢？随之啊，别的倒无妨，只是本王记得你酒量甚好，那晚未免醉得太快了吧？鼠狗贼！牡丹，最近我跟小春研究了一副新方子，可以提阳气、驱风邪，还可助眠。这个月卖得很好，要不要试一试啊？是吗？牡丹可是怨我日夜饮酒作乐，体力虚浮，想要为我提提阳气。正是呢，郎君身体康健，妾身一时受孕。郎君随我来。蒋长阳，你领结这道胡痕是怎么回事？不过是无意间从哪蹭了胭脂，那何必大惊小怪？给我看看，你休想骗我！你明明说昨夜是和汤四郎去喝酒的，哪来的胭脂啊？哪来的？他带的美姬喝醉了，他不小心撞了我一下，还躲！当初纳我徐庶的千好万好，可如今却用我给你赚的钱去供别的美姬作乐，任我一个人独守空闺。蒋长阳，夫人气性怎么这般大？我脱了还不行吗？今日我只陪你。夫人，别生气了。这个不行。郎君，人都已经撤了。哇，爬这么高，可真行啊！不愧是花鸟使，随便一选就选了个最贵的药杂。你生意都如日中天了，还怕我砸这么两下？哎，咱们的契书是如何分立的？拿我看看。人都盯到我这儿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将户部贪墨之事捅破，几次三番的折腾，宁王对我越发起疑了。契书一式2份，我的那份，来之前我已经烧了。你是怕宁王对你动手，会牵连到我？你的店铺园子，我没费半点精力，收了这么久的利钱，我早就回本了。如今，你还有乌庸堂需要打理，用钱的地方还有很多。少了我这个讨债的，你更能大展宏图，不是？也好，反正我生意不断，若是日后你真的出了什么意外，我还能有钱为你周旋着。你投了本金的铺子，多少利钱我都给你存着。咱们的关系不是靠一纸契约维系着。我知道你讲义气，但实在我这么做也不光是为了你。我希望三郎能赢。好。
一切当心。听你方才所言，我心中踏实得很。若真要有不测，小则店主养我一辈子，大则爱妾替我收尸烧纸。谢了。侍郎的这份名单，倒是让本王有些糊涂了。大王，这些都是向郑守德行贿的官员，说他们是同党，有据可查。舍了这些微末小卒，无碍大王把握朝堂。侍郎与宁王府素少来往，今日出谋划策，本王何以为报啊？郑守德不幸折了，大王走过的容纳，不识抬举的路处，做尚书之位吧。大王，下官仰慕大王已久，如今正是下官为大王、为朝廷立功表忠的时机。大王，求大王恩准。张求兄立功心切，倒是思虑不周了呀。为了些钱，让大王折损了这么多忠心的臣子，这让外人看了，不寒心了。下官实在是不知如何凑出50万贯。六军，你心思缜密，可有什么妙计呀？有倒是有，就是不知道张求兄可敢为之啊？为了大王，下官愿赴汤蹈火。郎君当真决定好了？张求峰已经从宁王府出来了，我们别无选择，交给你和芸娘了。是。明日牡丹店里越忙越好，千万不能让他掺和进来。是。要给我单子给大娘。大娘，怎么付钱？都紧着今日了。大娘，您身子无碍的，这几副药吃完以后就会好转了。您拿着，慢走啊，杨子。您等一下。哎，杨子，您没事吧？连州。裴忠看起来温文尔雅，实则性情暴虐，闺房之中喜欢诱骗。你这身上旧伤叠着新伤，伤口若是生阳化脓，只怕会危及性命。你可否暂且避一避，好生养1个月？一件礼物而已，哪有资格说半个不字？牡丹，我选错了，我当初应该听你的，离开长安。连州，只要你现在愿意，也来得及。我可以助你逃出裴宅。牡丹，一品湖和水仙花枝融合，可以令人生出红疹、皮肤溃烂之病。到时，我让小春前去替你医治，就说你害了痘疮。以裴忠的性子，他不会在乎你的死活，但为了不让恶疾传染，
他定会将你逐出宅门，到时你便自由了。再造真，连州莫齿难我。连州，快起来，慢点，小心啊！快起来。从头开始一定很难，但你记住，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你要珍重自己，没有任何人值得你卑躬屈膝。儿时我有父母护着，他们不在了，我便寻求一个又一个男子的庇护。我好似已经忘了自由的滋味了。我真的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你聪慧灵巧，又通人情世故。你擅长刺绣，对女子的衣裙也颇有研究。待来日，你可以开家属于自己的裁衣铺，定会生意兴隆。你可知乌庸堂开去了沭县，那儿的农妇虽不识字，却也能靠手艺养活自己。更何况是你，离了男子，也照样能把日子过好的。小春说的没错。连州，寒毒的花枝，我叫人即刻炼制，3日后送去佩斋。好。牡丹，若有机会，你也尽早离了蒋长阳吧。宁王要对付他，宁王要被他牵连了。宁王要对蒋长阳做什么？裴仲说，宁王要将贪墨之事安到蒋长阳的头上，拿他的家产来抵户部亏空，只怕还要拿他的命来平息百姓之怒。张求兄，哎，公事公办。这么大的惊喜！拿下！这都是百姓的钱，接着搜。是。官人，这不能进！闪开！闪开！官人！全被让一下，借过，让一下。站住！站住！出来了！出来了！长官出来了！这长阳关都挖了多少民脂民膏？快点来！你怎么来了？我就是不想被你看到这一幕。蒋长阳，我告诉你，自打给你签了第一份契书开始，我便跟你在同一个坑里了。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同你一起面对。